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SQL 的资料库储存常见的工具介绍与实作2 PostgreSQL 里面的实作篇。那在我们之前的简报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让 PostgreSQL 里面的基础的概念跟操作的功能。那接着呢，我们会介绍这种实际操作的部分，来加深大家对 PostgreSQL 的一个理解。那首先我们会进行 PostgreSQL 一个安装的操作。那部分的话的过程会带领大家从头开始设置 PostgreSQL 的环境。那每位同学的话可以掌握安装步骤跟相关的设定。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汇入一组地下水的测试数据的部分。那这个数据不仅可以提供真实的资料的范例，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后续的 SQL 指令的练习。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 SQL 的指令的部分，简单查询到筛选跟排序的部分，然后逐步的去学习如何操作这些资料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如何安装 PostgreSQL。然后在安装 PostgreSQL 之前，麻烦大家要先去简报当中点击简报的连结，到 pCloud 去下载地下水的测站数据。那下载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 PostgreSQL。那我们第一步的话就是先更新安装包，然后因为我已经有更新过了，这部分我就不再输入指令。第二步就是安装 PostgreSQL， 那就是输入以下指令。那安装好之后，我们要确认服务是否有正常开启。通常安装完的时候就会自动开启，我们可以输入以下指令来确认。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有亮绿色的话，这边有写一个 active， 那就代表服务是有启动的。那我们就可以先按 Ctrl+C 离开。再来下一步的话，这一步的话可以看大家要不要设置，就是我们输入接下来的指令的话，就可以每次开机的时候就会自动开启 PostgreSQL， 那就不用再重复开启了。那就看大家自己的习惯来决定看要不要开启这个设定。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设定一些 PostgreSQL 的远端连线设定。这个的话是要帮助我们下一章如果要连线 pgadmin 的时候会使用到的部分。那我们就在这一章节先做设定。然后我们要找到一行叫 listen address， 然后把它的就是找到这一行，然后把它改成这样子，把前面的注解删掉，后面改成米字号。那改完之后就可以按下 Ctrl+X， 然后它问你要不要储存，就按 Y， 那就可以离开了。然后这边有遇到一些权限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 Nano 全面加上速度，然后一样是找到刚刚那一行去做修改。那修改完之后就可以离开。然后第二个也是设定，第二个文件也是设定 PostgreSQL 的远端连线。然后一样，我们先输入一下指令，找到它那个要修改的资料里面。然后我们就跳到文件的最后一行，新增这一句。
那确认没有打错之后，我们就可以储存，然后离开。那在我们输入完这些远端连线设定之后，我们要重启服务，所以要输入以下指令。那输入这一行指令之后，就可以重启它的服务。我们再来就可以进到 PostgreSQL 当中了。那在进到这里面之前，我们要先设置一些有关 template 的设定。那我们首先就是先进入 PostgreSQL， 然后输入以下指令。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进到 PostgreSQL 里面了。然后我们这边要重建 Template One 的资料库，并设置其编码为 Unicode， 使它可以支援更广泛的字符集。那我们一样是输入以下指令。那这边一样不要忘记加分号。那确定没有打错就按 Enter。那如果有成功的话，就可以看到 Update One。再来，输入下一句。最后输入完以上之后，我们最后 PostgreSQL 的设定，输入撇 C， 然后 Template， 那我们就可以换到这个 database， 就是 Template One 的 database 中，然后最后输入 vacant free。那最后再输入 exit 就可以离开了。那我们就完成了 PostgreSQL 的一些设定。安装的部分的话，就到这里结束。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建立资料库，以及汇入我们的水文资料。那在汇入水文资料之前，我们要先建立 PostgreSQL 的资料库。然后我们一样要切换到 PostgreSQL 的用户，那就输入以下指令。我们要进到 PostgreSQL 的命令型界面，然后就输入以下指令，那我们就可以进到 PostgreSQL 的界面中了。然后我们就创建一个新的资料库。那如果有成功建立资料库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有显示，就是有成功建立这个 database 了。然后我们就退出，再进到刚刚的资料库当中。然后看到这一行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进到我们的 test 资料库当中了。那一样有了资料库之后，我们就是要建立资料表嘛，这个就跟 MySQL 的部分是非常相像的。然后一样，我们是要根据我们的资料来设定表格的形式。那我们就输入以下指令。这边的话，一样是因为我们的资料汇入就是有4种资料嘛，就是一个就是站号。然后一个是它的站名，然后再是它的水位的记录的时间跟它水位的数值。那我们一样是建立这4个 column， 然后以及它的说明它的资料形态以及它最长的长度。然后 num 的话是可以帮助，如果在资料形态有问题的时候，它就是也不会停，就是不会报错，这样才不会在储存资料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就是可以处理一些例外的问题。
那好了，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create table， 那就是代表我们已经建立成功了。那我们这里的话，就还可以再输入斜线 D，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多新增的 table。然后这部分的话，资料汇入的部分的话，要先将档案放入一个叫做 TMP 的资料夹当中，让一般的 user 都可以去读取这个档案。因为在我们读取 PostgreSQL 的档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权限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转移它的，就是我们要先把它放到一个它权限可以读取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先把我们的本地端资料先移到它的一个暂存的空间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也是输入 Ctrl 加 Alt 加 T， 打开另外一个视窗。然后要记得我们在输入这行指令的时候是要在不是就是非 PostgreSQL 用户指令的时候去做执行，才能做移动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放我们下载下来的资料的名称跟路径。然后这里的话，我一样是建议说把那个有中文字的地方都删除掉，就是让它变得比较简洁一点，也避免一些读档的就是文字上的问题。然后一样是开启点选这个，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路径。然后前面的话就是放我们所在的资料夹路径嘛，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放我们要暂存进去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就把它先暂时放到这个资料夹当中了。那再来，我们就可以汇入我们的档案。那就是切回去我们刚刚这里，就是 PostgreSQL 的用户的执行的地方。然后这边有出现一个错误，是因为我刚刚在打字的时候，这里有出错了，所以我先暂时把它改为我打错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它是可以存入的。那一样，我们想要确认说我们存入之后，就是这些指令是不是都可以，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存成功嘛？那我们一样是先做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可以先查询我们挖特表内所有的资料来确认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成功存进去。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这4行，然后它的站点名称、站点的号码跟它的日期以及它的数值都是有正常的被存进去的。那就可以知道我们有成功存入了。然后一样，这部分会乱码的地方的话，一样就是编码问题，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一些操作。然后这部分的话，就是因为我刚刚输入的时候有一些小错误，我在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我不小心打错current，如何把它变成正常的，就是修改它的名字这样子。那这边我在开始介绍 PostgreSQL 的一些简单的找查指令之前，我会先示范一下如何修改我刚刚就是打错的 current 的栏位的名字，就是大家都可以照这个方式去做修改。如果有真的不小心打错字的话，那就输入以下的指令。那这边可以看到的话，这里就是要变更我们的资料表嘛，然后这个 water 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储存的资料表，然后我们要重新命名 current，就是从这个我不小心打错的
名字换成这个正确的名称。那一样不要忘记分号。那如果成功的话，它就会跳出这个提示。那我们再测试一次，就是我们再去检查一下，看我们的表格到底有没有修改成功了。那一样是我们可以先看全部的资料，那就可以看到上面的名字就是有被我成功修改过了。那大家要退出这个画面的时候啊，就是直接按斜线加 Q 就可以离开了。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是也是一样介绍在 PostgreSQL 中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就是资料筛选的指令。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二个指令是查询 Water 表内 Water Value 大于0的所有值。那就输入一下指令。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要 select， 就是要找出大于0的那个条件嘛，那就是从 Water 表这边找寻 where 就是后面放它的条件。那这边的话就是找 Water Value 数值大于0的部分。那我们就按下 Enter。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有找出数值大于0的地方，这样子。那一样。我们就离开这个表格的话，就是按斜线加 Q。那再来，我要介绍第三个指令，是查询 Water 表内，就是 Water Value 最大的一笔资料。那输入这行指令的话，就可以找到 Water Value 内最大的一笔资料。那就可以看到就是 2.944 这一笔。然后再来是我们要来计算 Water Value 的平均值，并因为我们会有异常值，会把它记录为-999嘛，那这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取平均值，因此我们就会找 Water Value 大于等于0的值来进行计算。那这边的话，就是这里先筛选出后半部这个部分，这里就先筛选出了那个 Water Value 大于等于0的值，然后前面再去做那个平均的部分。那就可以看到它的平均就是有被计算出来。再来第5个指令，就是因为我们的异常值会被记录为-99998，如果不想用数值的方式来查询的话，一样是可以用 like 语法来做查询的。那就输入我们以下指令，我们就可以来查询有异常值的部分。那一样，这个的话就跟 MySQL 的部分很像。那这边的话，它就是会去找寻前面是负号的字符，然后后面就是前面有负号的字元这样子。那按 Enter。这部分的话，我刚刚就是我看错，我有点打错。这边应该是要 select from water， 就是要从这里，就是那个资料表当中找到，就是它的条件 where， 然后 water value， 然后它前面是它的字元的最前面是负号开头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出有异常值的地方。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边就是负号开头的字元都被筛选出来了。那我们就再退出。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查询 Water 表内所有不重复的 Water None 的值，然后我们就可以确定目前资料内有哪些地下水的测站资料。那一样是输入这个指令。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筛选出了就是3个车站，就是不同名称的车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份资料里面就是有3个不同的车站。那最后大家可以发现，其实在 MySQL 跟 PostgreSQL 的语法指令来讲是非常相像的，因为它们都是 SQL 语法，所以会非常的类似。大家其实都可以就是交互参照，大家可以多练习，应该很容易就可以上手。如果有熟悉一个语法的话，另外一个应该也可以非常容易的上手。大家都还可以再参考我们前些章节有提到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语法说明来做练习。那以上就是 PostgreSQL 的安装以及资料汇入还有找茬的一些指令说明，谢谢大家。